杨紫点赞肖战微博，又秒删的背后，我看到了人性最大的悲哀。自从2227事件起，肖战每一次的动态都会引起不小的骚动。在其他明星都在陆陆续续复工的时候，肖战却依然站在风口浪尖，乘风破浪。杨紫作为童星出道，从各种小角色奋斗至今，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气。接连几部爆款剧的播出，证明了她的演技实力。出道至今，除了和前男友秦俊杰的分手事件，几乎很少与别人炒作以博取流量。跟很多流量明星相比，她没有偶像包袱，尽可能的做真实的自己。也许她只是手滑，也许她只是赞同这句话，没有深究背后，但无论她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她展现在公众面前就可以有无数种解读。在娱乐圈混迹已久的她，已经不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杨紫，就连这个暖心的女孩，也要考虑利益关系，变得如履薄冰，谨小慎微。一场疫情让所有人足不出户了2月，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像关在牢笼里一样，快憋疯了。而疫情刚刚过去，有些人就迫不及待地当个审判官，在键盘上欢呼雀跃，他不应该出来，他应该道歉，他不配当偶像，他应该滚出娱乐圈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影视剧的宣传变成了几亿特效打造，几位大咖联袂主演，投资几亿巨资，还未开拍，不是在演员的番位上你争我夺，就是在戏份的多少上斤斤计较。资本博弈的时代，人气成为了衡量演员价值的标杆，流量成为了资本的试金石。于是，毫无章法的表演，不择手段的曝光，暗地里拉踩，当演员不再去深入研读剧本，演好角色，只是在每日的排行榜上去搜索是否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当艺术事业沾满铜锈，人性的悲哀一览无余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明星发声实属进退两难，不回应时，可以说人家人性薄凉，情感淡漠，也可以说别人不屑下场，清者自清，而别人表态了，又曲解人家人性险恶，别有深意。一个标点符号都能被解析成1万种语言。欲望在网络的面具之下肆意狂欢，人性在欲望的冲击下支离破碎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枪响之后没有赢家。作为老搭档，杨紫想必对肖战的遭遇表示同情，不过他也帮不了什么忙，这几乎是每个明星的必经之路。杨紫之前也经常被黑，好在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消除了那些偏见，在演员这条路上越走越顺。虽然帮不上忙，但杨紫还是想给老搭档一点鼓励。前几天，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关于老师号召学生为肖战应援的视频，让肖战苦恼不已。他发言，希望大家都把学业、工作和生活放在追星前面，好好学习，认真工作，尽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遵守职业规范和行业底线。因为杨紫之前闹过很多次这样的笑话，所以大家把这件事也归纳到了小猴子的手滑和集中。也许他只是刚好在吃瓜，结果一不小心点错了按钮，引起了大家的误会。既然是不小心点错了，那当然就得取消，尤其是公众人物，他们的一个赞就代表了一种立场，不能轻易表态。以上都只是网友的推测，但杨紫取消赞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怎么样？大家想到了会是这个原因吗？02沉香如屑高开低走差评不断，杨紫显疲态，诡异特效没眼看。沉香如屑在一片期待中开播，紧随其后的是此起彼伏的吐槽声。首先就是对于魔改原著的不满，书迷眼中的小说和改编的电视剧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小说里充满想象力的情节在剧里都没有得到体现，用梦碎来形容原著党的观感再合适不过。故事主打仙侠题材，讲述少女颜淡和帝君应渊联手挑战邪恶势力，相知相识解开以往的误会。作为主演，杨紫和程毅从妆造到演技都受到了粉丝的期待。虽然高冷帝君和灵气仙子的组合有一定反差感，但是剧本换汤不换药，仍然是老套路居多，没有新意可言。好比主角下凡渡劫这类情节，不少仙侠剧中都出现过，包括杨紫之前出演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和程毅出演的琉璃，几乎都是一路升级打怪，历经坎坷成就真爱的固定套路，像这类情节已经屡见不鲜。
另一个被观众吐槽的最多的就是杨紫的状态，镜头前杨紫的疲态被无限放大，容易影响视觉观感。古装领域一直是杨紫的主攻方向，然而相似的造型看多了，难免会产生视觉疲劳。同质化的表演模式很难再引起观众的兴趣，如何跳出现有表演模式，为观众带来新的记忆点是杨紫更需要注意的。有人将杨紫和孟子义做了对比，指出杨紫脸动起来很僵，和孟子义同况被艳压。两个人年龄差别其实不大，杨紫30岁，孟子义27岁，戏中扮演的还是一对姐妹。不过也有人说杨紫太肿，孟子义太瘦，上镜都没有优势，不存在谁艳压谁。特效也没能逃过吐槽，制作粗糙，后期痕迹重，第一眼看去像极了影楼风，又假又廉价。比如男主程毅的出场没有特殊处理，就像直接用抠图把人粘贴在背景上，径直飘过去。还有环境的布置，窗外的古树看起来一眼假，风吹纹丝不动，特效可以说完全没有灵魂。当然，吐槽重灾区还是流水线式的剧情，和大多数仙侠剧一样，无非是男女主不打不相识，从刚开始互看不顺眼到后来虐恋情深，不用看都能猜到是什么套路。另外很有意思的是，男配女配都爱主角，主角身后总有默默守候不求回报的痴情人。这种既定套路观众早就生厌，仙侠剧要想出圈就得拿出更有新意的设定。以杨紫的热播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来说，锦觅和旭凤的感情线是层层递进的，曲折立体，整体来看既有情绪起伏，也有上升到家国的宏观寓意。对彼此的喜欢是最浅层面低，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，才象征着这段感情不再止于表里。再来看程毅主演的《琉璃》，同样是仙侠设定，这部剧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转世。与司凤九世历劫之未就玄机，这份矢志不渝的痴情守护足以催人泪下。剧情和小说高度对应，小说里两位主角到第10世才相爱，改编以后的剧情是与司凤默默守护10世，每一世都是重复虐恋，太让人心疼。上面提到的这两部剧虽然风格差不多，但是仍然保留了各自的特色，没有走千篇一律的虐爱，而是从人物个性和内容上去挖掘更多有新意的点。一部剧能爆，并且好评不断，一定有自身的优势。无论是角色设定还是服化道、细节处都留足了诚意。同样是仙侠剧，有些就能凭借出彩的设定赢得好感，比如《陈情令》和《山河令》，CP 是两部剧出圈的重要因素。演员选对了，角色的真情实感就自然而然流露出来。观众们看重的是真实情感的表达，而非浮夸的表演。这一点上，千古绝尘就踩中了雷区，从人物妆造到表演，处处体现着尴尬。徐凯的古装扮相一向出彩，剧中却连颜值都翻车。不合适的发型加上充满疲惫的眼神，全然没有上神的威严，观众看剧自然提不起兴趣。周冬雨明显更适合大银幕，全脸都写着用力，怒目圆睁的样子很容易让观众出戏。好的演员对情感的呈现是松弛自如的，并不是全身使劲就能演好戏，合适的情感处理才能使观众更有代入感。一部好剧离不开用心的制作，也离不开演员的精彩呈现。要想满足观众的期待，就要静心打磨演技。不论资历深浅，只有认真倾听观众的建议，才能更好地提升自我，从而走向更高的舞台，被更多人看见。03向往6匆忙收官，飞行嘉宾不但连夜离开，常驻更是没有告别。随着向往的生活6的收官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对这一季都感慨颇深吧。虽说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这一季播出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，毕竟在开播前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季的收视和热度迎来新高。因为这一季的蘑菇屋将和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，不再是乡间田野中录制，而是将蘑菇屋搬到了海边。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很多观众及粉丝都非常激动，因为从黄磊老师提议去马尔代夫录制后，海边蘑菇屋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的梦想。虽说这次的地址并非是真正的马尔代夫，但能够到海边进行录制，证明了这些年导演把大家的期待放在了心里。
本以为这一季一开播就会大火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不但热度不高，甚至都还不如前几季。其中无聊这个话题更是上了热搜头条，这还是有史以来首次听说《向往的生活》这档节目无聊，怪不得前几期的收视遭遇滑铁卢。好在随着沈腾、马丽做客那期，热度和话题总算是迎来回暖，《向往的生活》第6季也算是渐渐回到正轨。正当大家以为这档节目会慢慢变好，结果收官之际又出幺蛾子。作为整季节目最重要的收官环节，肯定是让人难忘了。按照往季，无论是节目的制作还是嘉宾的邀请，都是备受好评，并且最后的中金黄金更是深受大家的喜欢。可这一季的收官几乎很多环节都没有安排好。首先就是飞行嘉宾，导演组最后压轴请来了凤凰传奇组合，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，毕竟他俩热度也很高，而且还是黄磊、何炅的好朋友，肯定有很多亮点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期曾毅和玲花的镜头并不多，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小朋友身上，这让很多观众无法理解。更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等到孩子们酣睡后，嘉宾们总算是可以好好聊天时，飞行嘉宾却连夜离开了蘑菇屋，压根都没有他们的镜头，有点感觉飞行嘉宾白来这期节目了。然而飞行嘉宾没什么镜头也就算了，常驻嘉宾的收官环节更是非常聪明。先是大家熬了个通宵进行录制，之后所有人在海边散步看日出，走着走着镜头前就打上了本季中3个字，看到这估计所有人都懵了吧，就这样草草结束了。别说往季还有读信环节和总结，这次就连简单的告别环节都没有，这未免太没用仪式感了。看到这匆匆结束，观众及粉丝们有些怀疑《向往的生活》是不是没有下一季了，毕竟这一季遇到太多事情了，再加上匆匆收官，似乎就适合我们不告而别了。好在嘉宾们在社交平台补上了这个告别仪式，让大家对下一季还是有些期许的。最后，大家是否期待有下一季的蘑菇屋呢？